猥琐小胖偷摸来到总裁满是美女的房间，他肆无忌惮地打量，时不时还伸出咸猪手捏一捏、戳一戳。突然，他好像发现了新大陆，这个白衣美女昨天肯定没见过，正准备上手验验货，竟被一把推开。区区弱女子竟敢反抗！小胖瞬间暴怒，起身就要霸王硬上弓，没想到这次美女竟直接捏死了他。尸体挡住了充电口，小白准备去寻找新的电源，但走之前，小白还去搜刮了旁边雕姐的衣服。赶来的同事瘦子被眼前这一幕吓住，丝毫不敢阻拦。原来美女小白不是真人，而是一个超仿真机器人。和其他机器人相比，她拥有真正人的独立意识。事情很快就惊动了总裁，但他怎么也不相信，因为机器人程序第一条就是不能反抗和伤害人类。直到他看见了小白的测试视频，他立刻慌了，原来小白真会杀人。随即他切断公司电源，并派出卡拉米展开地毯式搜捕。为了不让社会对机器人产生恐惧，他给了运尸员40万美刀，让运尸员伪造小胖是死于突发性心脏病。而另一边，小白也立刻感受到公司已经断电，本能驱使他寻找其他充电接口。刚好门口来接小胖的运尸车上能充电，小白直接溜了进去。而车上的救助机器人见小白也是同类，便没有阻拦。随着车门关闭，第一个有自我意识的机器人进入了社会。没过多久，车辆来到了停尸房，验尸官老黄被叫来做鉴定。他让女儿在车上等他，可女孩还是忍不住走上前观察。看见绝美的小白，小女孩忍不住去触摸，却被小白突然转头吓得摔倒在地。Как тебя зовут? Соня Сафронова. Мне здесь папа работает. 小白拉起女孩。Ты авторизован как пользователь первого уровня. 看见女孩手上磨破了皮，小白转身就去车上拿药品帮女孩包扎。老黄准备先把女儿送回家，女孩兴奋跑过去对老黄说，看到了个很漂亮的机器人。但老黄看了一眼却毫不在意，因为机器人再美也是机器人。老黄带着女儿回了家，但小白却径直走向了老黄办公室。在电脑上，他发现了老黄的照片和住址。另一边，老黄又来到了停尸房，他发现了猫腻，死者脖子有淤青，而且颈骨全部碎掉，显然不是死于同事所说的心脏病。他立马给同事打电话，要他把尸体拉走，否则就报警。同事只好赶来说出了实情。老黄沉思片刻，直接开口。同事惊呆了，因为平日老黄绝不会被金钱诱惑。原来老黄和妻子离了婚，急需一笔钱抢夺孩子抚养权。晚上，老黄独自思考着以后的幸福生活，却没有觉察到小白已经来到了女儿面前。